又有人被通缉了呀，也不知道犯什么事儿了。这年头，哎，谢轩，反贼长得还挺眉清目秀。昔日将军府余孽，说不定啊，以前还是个小将军呢。等我20岁，你18岁的时候，我们就离开天启，一人向北，一人往南，独自去闯荡江湖。等九剑成仙的时候，便是再见之时。敢问阁下是？百里东君。百里东君，没想到你会的可真多呀。那是因为死过很多次。叶挺之，原依云，昔日将军府余孽。原来，醉起楼台信步，雁声惊得侧目。追雁入寒露，忽忆生死别度。谬误，谬误！回首不见来处。对了，靖远王府，我要去找他。别冲动。别暴露了他的行踪，他现在可是朝廷钦犯。对，你说的对。他醒了。我师父他走了。走了？对。怎么可能？我何至于骗你？你的师父剑仙羽生魔跟李先生在碉楼小筑屋顶上打了一架，然后双双不知所踪。后来，只有李先生回来了，说你师父羽生魔已经回男爵了。也好。师兄，我想单独跟他说说话。好。
姑娘，还在为今天的事情而生气吗？我真的没有要走。现在我师父也走了，我把故事给你讲完，你别难过了。到现在，你还不肯跟我说吗？到现在，你还是叫我姑娘，云哥。什么？我说，到现在你还不肯跟我相认吗？叶云。你怎么知道？现在不仅是我知道，皇上也知道，全城的人，全天下的人也都会知道。看来，这就是命，逃不出的宿命。文君，云哥，云哥，我真的好想你，文君真的好想你。我以为真的再也见不到你。好了好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你看，你看呀，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是啊，我的云哥，好端端的回来。原来这才是叶鼎之的真实身份。当日他走的那条路，应该是被雨季拦下了。难不成放出这条消息的是雨季他们？萧妾，还有何事？无事。吴相使为何不直接将叶鼎之再请豫王府之事告知亲王呢？因为吴相使的目的，并不是要让北离抓住叶鼎之。你是说？没错，他要逼叶鼎之离开天启。天启麻烦太多了，只有他离开天启，我们才有可乘之机。我原本以为，在我小的时候他就已经死掉了呢，怎么可能还活着呢？在那样的情况下，可他偏偏就是活了下来，不仅活了下来，还活得好好的，成为了很厉害、很厉害的人。而且，
还兜兜转转的与我重新遇见，成为了生死与共的好兄弟。你说，你此生最好的兄弟失而复得，是不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儿？嗯。可你才活了多久啊？就知道是此生最好了？是，我知道。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，到我变成一抔黄土埋在地底下，他一定都是我此生最好的兄弟。或许之后，我也会遇到其他的朋友，也懂我，也是知己，但都称不得一个最好。那对你而言，什么叫最好？对于我而言，在最对的时间，遇见那个最毕生难忘的人，便是最好。自那以后，天上地下，除了他以外的任何人，都少了那么一点缘分。不过他现在好像遇到了一点麻烦，但没关系，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，我可是很厉害的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他的，不会再像从前那样。一定不会。做你最好的朋友，真幸福。你还活着，很好。罗师兄，文君的。如你所看到的，她不喜欢景玉王，但需要嫁给他。半年后。叶元，如果你早一点出现就好了。现在也不晚。罗师兄，只要我回来了，就不晚。
雷儿，你是说叶鼎之现在在锦玉王别院？师傅，您这是喝多了吧？我昨儿跟您说的很清楚的。怎么会？兄长虽然素来与亲王不和，但他曾承诺过我，一定不会将学堂拉下水。此事应该与兄长无关。不如我直接去问他一问。不用了。既然我们也是希望他能有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，那个地方也挺安全的，那就不必再添麻烦了。先生说的是。可是，他若一直这样待在那里，却也不太合适。因为据我所知，别院中除了有影宗的骆师兄之外，还有我那还未过门的嫂嫂。放心吧，既然我们都知道他在哪儿，我会把他带走的。这件事你们就不用管了。东巴，这几天你要好好休息，2天之后我带你去见你的好朋友，然后送他离开。你为何要送他走？我还没来得及和他叙旧呢。叙什么旧啊？你去南爵找他叙旧不就行了吗？现在到处都在抓他呢。你说是他的命重要，还是叙旧重要啊？笨徒弟。那当然是。好吧。前些日子都是劳烦你下厨，今日来尝尝我的手艺。我可有个称号，我知道，草原小食神嘛。你记得？云哥说过的话，我都记得。快尝尝。好吃好吃，好吃的多吃点。这里的牛肉不好，草原牦牛肉才是真的好吃呢。可惜我吃不到。想吃就去吃啊，有什么吃不到的？你想吃草原的牛肉，那就去草原吃；想拜佛国的菩萨，那就去佛国拜；想喝南爵凉茶，那就去南爵喝。想乘船东游，那就去东边最大的大港登船起航。天高海阔，不在这笼中天气。云哥，我去不了的。你去得了，因为我会带你。不。你怎么了，文君？云哥，叶云，你听我说，5年前，我被景玉王看上，从此就被关在这所囚笼当中。那是我和东君还有书信上的往来，我本欲将此事告知他，可是父亲他篡改了我的信件，他骗东君说我已远游离开了天启。我的婚姻成了景玉王和影宗的联姻，他们设下重重防卫看守着我，而师兄就是这第一重门。可我不甘心，我想尽了各种办法，想要逃离这里，直到那天你突然的出现，让我看到了一丝的可能。为何？我知道你很强，在跟你的相处中，我也探到了你的性情。如果我真的开口请求你带我离开，我想你一定会答应的。一切
就能按照我的计划来办。如若你不是叶云，因为你是叶云，是我真心喜欢的人，所以我不能连累你。你快走吧，你赶快离开天启。我不走，要走，我们一起走。今日顺风，一出行，远游不归。你们走不了。洛师兄，即使我放了你们，你们也走不出天启城。师妹，你知道的。那么，洛师兄，得罪了。你疯了！你的伤还没有好。我也觉得我疯了，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喂，年轻人，还是要好好保养保养。怎么跟你师父一样，要赢不要命啊？李先生，不错不错，你师父一老头虽然是个废物，但你还不错。不知李先生来此有何贵干？我来带他走。我不走。美人屋里面待够了吧？你师父都已经提前杀到天启城了，你还能舒舒坦坦在这儿待着吗？还好没收你做徒弟，不然得活活被你气死。可我，可什么可啊？你想带他走啊？可你连眼前这个家伙都不一定打得过，就算打得过他，王府之外、天启之内还有影宗4大护卫，还有你那美人他老爹影宗宗主一补呢，老家伙，你都能打得过去吗？我告诉你，在这天启城，单凭一个人的力量想带走他，只有一种可能。什么可能？什么可能？敢问先生，是何可能？那就是我出手。先生的意思是？哎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吧，自然不是我要出手。我的意思是，想达成心中所愿，就要让自己变强一点，更强一点，直到最强。美人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？先生说的有理。果然是国色天香啊，天香国色。我要是再年轻个100岁，怕也会忍不住提前带你远走高飞了。哎呀，眼光不错。好了，我答应你师父3日之内要带你离开天启，咱们上路吧。我，云哥，你快走吧。半年，你等我半年，我会回来的。好。先生，等等，怎么还舍不得你那个小美人啊？此次回天启，我其实是要完成一件事的，没有完成，我不想这么轻易的就走了。你要去杀亲王？
先生知道。也是，您本就是无所不知的李先生。称兄道弟，不是，你先别反驳我。当年叶将军救部冒死把你救下，你现在去杀亲王，是以什么身份？叛族余孽，还是北离逃犯？哼，那亲王死的还挺荣耀的，为了伸张正义，惩处了叶氏逆贼，不料遭到报复，为国捐躯。那我该如何？亲王该杀，但不能是你杀，而应该是天下人去杀。若他这么容易被你杀死了，叶将军就再也没有沉冤昭雪的那一天了。不过你放心，将军府一案，若凤这些年一直暗中调查，搜集存疑之证。只是，此案事关重大，牵连深广，还需要时间。我明白了，我父亲和整个定远将军府需要清清白白的死去，也让天下人的剑刃都指向亲王。好，我相信你和小先生。孺子可教也。好了，我带你去见你的兄弟吧。逝者已矣，却还有情谊长存呢。故人远行，迎折柳相送。一为不忍分别，二为永不忘怀。还是算了吧，这也太难为情了吧。平哥，东君，东君，没死，真好。所以别再一提起我时，就一张上坟脸了。要死，你先死。实在不行，一起死。君子道别三言两语就够了，不要婆婆妈妈的，絮叨个没完。东君对我的情谊，我看在眼里。东君，就先这样了。此次一别，也不知再见何时。希望再见之日，你我都依旧见成仙。再见之时，你我仍是少年。矫情。走了。哎，你快等等。这给你。折柳相送，我还只是在书上看到过呢。云哥，保重。东君，保重。
你很快就会有第二个生死相交的朋友的。有了，不过那人估计快死了，已经许久没有收到他的来信了。谁在骂我？看来你对这朋友也不怎么看重啊。师傅，你也很笨嘛，我逗你的。我那个朋友命大得很，死不了。说我笨，走吧。师傅，您怎么去了那么久啊？说来话长，长话短说便是。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东爸，你有喜欢的女子吗？有啊，我与她有再见之约。何时？待我名扬天下之时。你为什么喜欢她？因为一眼万年。可是你不知道她的年龄，不知道她的性格，不知道她的身世，你就因为这样就喜欢上她了？喜欢一个人需要这么复杂吗？一见钟情还不够。她可是我第一个放在心上的。若是日后我再遇到其他的人，我也会告诉我自己，我有喜欢的人了。哎呀，你说的话好对呀，我竟无法反驳啊。那师傅呢？你有喜欢的人吗？有。在哪儿？都死了，因为我活得实在太久了，所以他们都死了。他们？是啊，我第一任妻子去世的时候啊，我曾经发誓过此生再也不娶了。但是后来啊，我想想这世间那么多姑娘钟情于我，我若不怜香惜玉，岂不是对不起她们啊？好多故事啊，想得好心痛啊，心痛啊！呸！有人看到李先生带着那个叶云，哦，也就是叶鼎之离开了。消息倒快。叶将军是个好人，也是个忠臣。叶鼎之也是个好人，有他父亲的风范。若风啊，你说这次李先生出手，会不会？兄长放心，先生没有要卷入朝堂之争的意思。哦。兄长，学堂还有事情未处理完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若风啊，你说，一个人心里有鬼的时候，什么事情会让他害怕呢？废物，都是一群废物。这么多人，这么些天，竟然都搜不出一个叶云。现在怎么样？他被那个老不死的带走了。天下这么大啊，谁能知道他去哪了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对吧？说！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他在哪儿！说！王爷，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。
也没人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。应贤，你知道吗？本王感觉有把铡刀时刻悬在头上，本王日日都能看到他，看到他那锋利、森冷的刃口，却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落下来。日日担惊，夜夜受怕，不得安寝。王爷，别怕，应贤会一直在王爷身边，保护王爷。没事，小丽师兄。是吧？好像是。董妈，我以前就听闻人说过，世上有一种人叫书痴。我本来是嗤之以鼻的，直到我认识了谢轩公子。谢公子，今日读什么呢？啊，龙月剑法。你在看剑谱哦？二师兄也懂剑法？师兄我可是出身雷门，当然不懂剑法。但是你嫂子新月她可是新剑的传人，所以我听说过这部龙月剑法。这是一部几近失传的高超剑术。谢轩，你只看不练，你能学得会吗？谁说我不练？我在心中练。你以为我只是在看书？可我每看一招，心里的自己便用一招。一本书看完，剑法也就学会了。没想到谢公子也是个高手。没打过架，我师门向来以礼待人，门人几乎都不太会武功。可你们若是遇到不讲理的人呢？那就揍到他讲理为止。可你又说你不会武功啊？是几乎都不会。几乎都不会的意思，就是有人会。我有个小师叔，学问很高，武功跟学问一样高。唉，许久没见，确实有些想念小师叔了。这个酒可是有名的很啊，是吧？它味道还不错。是吧？这么多年不见，这字看上去还是那么美。二师兄，我有个事要问你。如今我已算是正式拜师了，对吗？当然，这仪式不都走完了吗？我拜师是为了什么？习武。那么请问，我师傅呢？尹师侄已经搬到了柳月师兄的府里，向他学习武功，而我的师傅成天除了干这个就是干那个，偏偏不教我。虽然说拜师是为了习武没有错，但师傅也没有说要教你啊，是吧？都是让弟子自己学的。那我拜师又有何用呢？当然是你在外边被欺负的时候，你可以响亮的报出我们老头的名号，吓死他们。哎，这也太无聊了吧！那我带你去一个不无聊的地方，东妈。先生，此座只为贵客而留，也只有贵客能坐。拿杯水来。
先生，请。先生，您想喝点什么？就来一壶桑洛吧。先生，我们店里还有很多名贵的酒。不用了，就要一壶桑洛。酒不该是用来享乐和炫耀的东西。先生说的是。那桌有人了。这位少侠，如果不介意的话，不妨和我一桌。这闹鬼了，哪有人啊？我是说，这个桌子被人预定了。好吧，叨扰了。先生，您的酒。桑罗，给这位少侠也拿个杯子。哎，好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也会酿这个酒。那你尝尝。我觉得，没有我那个朋友酿的好。少侠的朋友是位酿酒大师，他呀是个酒痴。不知少侠尊姓大名？哎，先生请我同桌喝酒，不必如此客气。在下从未有过父母，所谓来也空空，去也空空，故取姓司空，也愿化作长风，一去不归。所以我叫司空长风。这番介绍倒是颇有意思，想了许久吧。看破不说破，先生也太不厚道了。小二，哎，这酒给我们退了吧，不要了，给我上壶别的。敢问这位客官，您想要什么？要秋露白。有趣。客官，今日可没有秋露白。为何？秋露白1月只出1日，1日只出2个时辰，今日怕不是时候。哦，那明日呢？明日也不是，后日也不是，大后日也不是。本月14公映，还有13天，且等着吧。哎，你，我很好奇，少侠，为何非要秋露白呢？哎，不瞒先生说，我此次来天启城，是为了见一个朋友。刚刚说的那位朋友？正是，我那朋友啊，没有其他的爱好，就是好酒。他呢，跟我离别前吵着嚷着说要喝天启城的秋露白。所以啊，我就想先买上一壶作为见面礼。小子，你想要秋露白，这上面不就有一瓶吗？这上面是秋露白？多嘴！哎，小二，这秋露白多少钱？不要钱。不要钱？只要你能拿得到。简单。长风。你要去楼中桥，既然伸了手，便算下注取酒。你舌头，客官这是什么话？哎，这的确是陈酿12年的秋露白，世上只此一壶。你若想取，那便凭自己本事取；如若取不到，留下件东西就好。至于这东西是什么吧，由我说了算。谢氏。谢氏。陈先生。谢师是碉楼小筑内功夫最高之人，多少江湖公子试图取这个酒，却都没有成功过。哼，那也就是说，如果我抢到了，便是第一个成功的。算吧，真正的高手不会来取这个酒，来取这个酒的多数是如你一般初入江湖的少年郎。不过时至今日，真正成功的
也不过李先生一人。不过他呀，单纯是因为无聊碰了碰酒，也便走了。所以，你若是真抢到了，确实算是第一人。好，那就来吧。枪不错，银月枪，我要。是一柄好枪，但可惜了。喂！一来就吃瘪，天启城，果然是天启城啊！司空长风，久别重逢，不必行此大礼。百里东军，不错不错，你还记得我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也不来找我？我今日才到的，这正想去找你来着。好久不见啊，司空长风。周末公子。不过，你刚到天启城就打架了，还被人打成这样。哎呀，别提了，我想着跟你也算是久别重逢，总得备份礼吧。普通的酒酿的也没你的好喝，最好的酒今日卖光了，那我只能去抢。结果没曾想技不如人，没抢过，那枪还折在里面了。一个人抢不过，那两个人能不能抢过？谢师的金刚罩精进了不少，可惜啊，还是被这位少年给破了。哼，后生可畏啊！确实是如鹰一般的少年。你看，这边请。还真可怕。这么快就找来帮手了？上面挂的那瓶酒，可是秋露白？对，那是酿了12年的秋露白。我要了。好强的掌力！原来酿酒师里不止我一个人会武功啊！小师弟，不可无礼。这位乃是碉楼小筑1品的酿酒师，整个天启城都得人人尊称一声谢师的人物。卓墨公子，谢师多有得罪。这位是我新入门的小师弟，冒犯了，请多多谅解。李先生新收的徒弟，难怪。这位公子出手，可是为了夺酒？那是我兄弟的枪。你兄弟夺酒失败了，必须留下遗物，这是规矩。可若是我赢了你，可否将那枪和酒一起拿走？当然可以。来，哎，用武功来赢酒，未免有些奇怪。不比武功如何？那比什么？自然是比酿酒。什么？这人疯了吧？跟谢师比酿酒，不自量力。就定在本月14吧，到时候我会带上我的酒来碉楼小筑，也请你们备好碉楼小筑最好的酒，以及天启城最优秀的品酒师，然后我会带走那杆枪，还有那瓶酒。狂妄小儿，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就算你是李先生的关门弟子，也不能狂妄到如此程度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谢师。小师弟入天启城之前呢，也学了11年的酿酒术。我学了40年。得嘞。好酒可品人间百味，少年的烈，中年的温，老年的醇都不一样，也不见得谁学的酒就一定赢得过我。那就恭候大驾。哎，你们怎么来这儿了？我呢，
本来是要带我的小师弟去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，结果路过碉楼小筑的时候，听到里边有动静。我们呢就想说去凑凑热闹，其实是我自己想去凑热闹，正好这时候你被人给打出来了。我当下完全没有想好怎么去反应，他倒好，大老远就把你给认出来了。好家伙，直接一个轻摸上去，来给你两肋插刀了。你果然拜了李先生为师，成了卓墨公子，也就是这位二师兄的师弟了，真好。你也很好啊，还有命，来天启城跟我见面。二师兄，你到底要去哪儿啊？这不就到了吗？这里是青楼？非也非也，这里是百花楼，不一样的。哪儿不一样？因为有他，所以不一样。那年，我和顾剑门第一次来到这里，当时的他正在抚琴。顾剑门可能是喝多了，听到了他的琴声之后，他兴致大起，举剑而舞。当时的景象尤为震撼。真俊啊！所有的花瓣都被他的剑气卷起，五颜六色，姹紫嫣红。最终，所有的花瓣交替飞舞，成了一座花桥，从这里通往了那座高台之上。顾剑门说：“闻情可知人。”他觉得这个女子就是他的命定之人，于是踩着花桥，从这里走到了那里，撩开了重重帐幔，去见她。然后呢？然后顾剑门就下来了，他被拒绝了。啊？现在回想起来，也是几年前的事情。当时的姑娘现在也出落成闭月羞花的样子了，整个天启城都知道她的名字。不知道顾剑门那小子啊，在见到她会不会感慨？雷公子，许久没来听曲儿了。没有顾公子没来的时间久。没有多久是多久啊？哎，那其实也没有太久。哈哈好像有杀气。嫂子，小小年纪，不学好。我是无辜的。夫人，
对呀，百里东君，你小年纪不学好，让你别来这种地方，你偏来。我都说我不来了，你非带我来，死拉硬拽把我拽进来，怎么样？现在满足了吧？开心了吧？师兄就不是一个能来这样地方的人。啊，你还要不要脸啊？别说。夫人，我们回家，回我们温暖的家。雷公子打算下次什么时候来啊？不来了，这辈子不可能来了。就是小师弟让我来，我也不来了。走。小师弟，趁年轻好好享受吧，好时光不多了。师弟，走师弟啊！走。娘子啊！错了，我错了啊！我们在哪儿啊？我们该干什么呀？少年郎，做什么？好生俊俏的少年郎。子怡妈妈，风姑娘今日还奏不奏曲？我都等不及了。哎呀，急什么？这不是来了吗？好嘞。呀，二爷，您来的正是时候啊！这首乐曲，到前面来。好，听着让人难过。我听过他，你也来过？不是，你还懂音律？也不是，我听过这首曲子，它叫《江南月》。更鼓乱人弦，边秋闻夜声。从今秋露白，月照故乡明。这是一首思乡之曲。这位公子，小姐好。我可担不起这个词，我家小姐有请。请问，你家小姐是？少年郎，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？在百花楼能够被尊称为小姐，只有一位。等会儿，这个呆呆傻傻的小子是谁呀？凭什么风姑娘只见他呀？我天天在此地听曲儿啊，银子花了也不少，连风姑娘的面都没见上。凭什么他第一次来就能登堂入室啊？哎呦，二爷，来，行，您这消气啊！你不是千金台那位？什么千金台不千金台？今日不说千金台，大家来此地都是来听曲儿的。诸位，百花楼对咱们不公啊！大家伙说是不是？是啊。哎呀，这话说的，你看。是啊，这不合适。还是算了吧。你知道你在拒绝谁吗？不是，姑娘莫要动怒。行了，知音难遇，说不准还能遇到个同乡呢。大家都消消气，我呀备几壶好。就这么让他上去了？怎么没个人拦上？不许走！我看谁敢过来。没事，
没事了。笨蛋，废物！去吧。不是，哎，就这。哎呀，阿姨，消消气。哎呀。少年郎，这位妈妈，哎，可否帮我寻个座位，我好坐着等他？哎呦，公子，你确定今天晚上你能等到他？春宵帐暖，美人在怀，指不定要多久呢。要不我给你找个不错的姑娘陪你歇息歇息。不用，真的不用，真的不用。三木长风，我就不等你了啊，你好好享受吧。哎，下次再来啊！来。多谢。是你吗？哦，姑娘有礼了，在下司空长风。你可是来自魏城？魏城？你的家乡是哪里？我不记得了。那方才那支曲子，你是从哪里学的？这我也不记得了。你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？你这个人是记性不好，还是脑子有问题啊？姑娘莫要生气，我的确是记不起以前的事情了。我从小在江南流浪，兴许是哪位萍水相逢的旅人教我的吧。只是刚刚听见姑娘奏起，忍不住跟着吹了一番，还请姑娘莫要见怪。我没有要怪你的意思，是我失态了。我有一个哥哥，也会吹这支曲子。我把你误认为是他了，看来是我想多了。你走吧。刚才的事，无论是关于我那哥哥的，还是我的失态，都不许说出去，破坏我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。那个，姑娘，你老叫我做什么？其实我还挺想有个妹妹的。你这个人好生梦了。来人，把这个不要脸的给我撵出去！哎，等会儿，姑娘，你先听我说完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从小漂泊四方，未曾羡慕过别人有爹有娘，但却一直羡慕别人有个妹妹。好像有个妹妹，就像是有了守护的东西。所以我一直觉得，如果能够有个妹妹让我守护，那一定是一件特别让我骄傲的事情。我不要。为什么？姑娘，你那个哥哥叫什么名字？魏洛里。好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就叫魏洛里了。你这人，竟敢3番2次占我便宜！姑娘未曾用力踹我，说明也并未真的生气。姑娘，虽然我忘了自己是不是魏城的人，但你我都来自江南，也恰巧会同一支曲，这说明你我二人与缘分有关。方才我说我想有个像你这样子的妹妹，也是认真的。的确，你我才初次相见，莫名其妙突然多了个大哥，你不适应也是应当的。是我逾越了。我不是来自江南，我的家乡……你又套我话。冤枉呀，姑娘！我有个朋友曾说过，这世上话术是骗人的，但音律不会，因为音律是这个世界上最纯粹、最干净的东西。所以，姑娘，不管你的家乡在哪儿，你最意的地方是江南，
最在意的人，也在江南。你这个朋友叫什么名字啊？百里东君。倒是个好名字。我累了，就不陪公子聊天了。玲珑，送客。姑娘，相识满天下，知交能几人？我相信这世上有知音，姑娘的琴，我的叶，恰逢其会。我会再来的。你这话说的，倒像是个读书人。可我怎么看，都是个浪客。小姐，你好像有点喜欢，不，是不讨厌他。挺有意思的人，不是吗？尹世珍，你吓死我了！你怎么来了？我今天被师傅盯着练了一整天的功，想找你喝酒放松一下，结果你却不在，好没意思。啊。你去了青楼？哦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果然，脂香扑鼻，一路的夜风都吹不散。你就是去了青楼。那其实不是青楼，那叫百花楼，是听曲儿的。我之前还听说，师叔有一个最喜欢的姑娘，结果转眼间就去青楼寻花问柳。想来师叔对那姑娘也没那么喜欢吗？哎，你可别瞎说啊！那是雷二师兄带我去的，而且我去之前根本不知道我去了什么地方。你去之前不知道，你去之后难道还不知道吗？胭脂气那么重，定然是在那处待了好一会儿。我是待了好一会儿啊，但那是因为后来雷夫人去了，然后我的一个好兄弟又邂逅了一个女子，然后，哎呀，怎么就解释不明白了呢？无中生有了。是。我是去了青楼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你为什么要生气啊？我生气那是因为我整整练了一天的功，你却在外面逍遥快活，我心里不痛快，不行啊！哎，尹世珍，你还是听我。不要脸！我招是惹谁了我？不是要谈叶鼎之的消息吗？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和百里东君吵了一架，还给了他一巴掌？算了，还是找机会联系齐轩吧。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哟，这么快啊！对啊，难道要很久吗？哎呀！哎，各位，不是你们想的那个样子。我跟风姑娘只是聊聊音律，绝对没有伤她清白。我呸！你聊音律怎么把头发聊散？啊？风姑娘此前一直是卖艺不卖身的，你是谁呀你？不是，你凭什么？你怎么敢？各位，我这个头发是因为……行，兄弟们，别听他废话了，
给我打！哎，各位英雄且慢！不是，你别让他跑了呀！追呀！不打呀！小姐在想什么？该歇息了。玲珑，我有没有和你说过李哥哥的事？小姐是想找人谈心吗？谈心吗？可能是忽然想找人倾诉，害怕时间过得久了，连我自己都忘记了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家里就被灭了门。我师父带着我逃了出来，在路上，他捡到一个小孩，那个孩子就是魏洛离。每天晚上，他都会摘下一片叶子，在檐下望着月亮，吹那首《江南月》。每次，只要他一吹这支曲子，我就知道他也想家了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我师父带着他拿着剑出去了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他们说，我师父和李哥哥都死了。小姐，故事讲完了，也该休息了。去吧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魏洛里。你的家人呢？都死了。李哥哥，以后我们就做家人吧。赌约？是，陛下。白丽东军以酒约战谢师，要取那12年陈酿的秋露白一事，整个天启都知道了。这壶秋露白乃是陛下继位第3年所酿，酿好之时，陛下曾有言，若12年未有人能将其取下，便在酿好之时的秋收之日，用以祭祀。眼看这12年之期将满，百里东军这样做，岂不是明晃晃的在打陛下的脸？陛下，祭酒先生到了。
字写的挺好的，有点意思。莲儿嘛，哎，太次了，装霸气。当年先生为姑赐莲时，姑还炫耀了许久，可如今先生自己却看不上眼了。嘿嘿，人嘛，总是会对自己的过去嗤之以鼻。参见陛下。赐座。是。先生，喝茶。这茶可是男爵特有的凤凰雪片，不可多得，尝尝。陛下今日叫我来，所谓何事？姑年少时好诗书，不善武功，母妃也并不受宠，在皇子中是最不被看好的。幸而身边有2个好兄弟，一个出身云溪叶氏，一个来自西林百里家，都是难得一遇的将才。在他们2人辅佐下，几经生死，才登临着至尊之位。后来姑犯了一个错，现在想起，依然时常后悔。方才听了一个消息，所以叫先生来，想当面谢谢先生。这么说，陛下是想谢我救了叶鼎之？正是。既然知道错了，又何不翻案呢？哎呀，罢了罢了，又是帝王颜面。行了，你的谢我也收到了，那就这样吧，走了。等等。姑此次叫先生来，其实还有一事。听闻先生近来新收了一名弟子，姓百里。百里东君，那是你的另外一位结义兄弟百里洛尘的亲孙子。这次洛尘的孙子来了天启城，姑想见一见。不必。先生不是说过不会过问朝事吗？百里东君不过是我座下一名寻常弟子，既无官职也无爵位，他的事又如何称得上朝事？堂堂镇西侯府的亲孙来了天启城，却不来见姑，成何体统？那你去问镇西侯的罪啊！反正你已经杀了一个兄弟，也不愁再杀第2个。嘿。陛下，你又何至于做出这种情状给我看呢？你放心吧，百里东君不会一直留在这天启城的。我准备带着他离开这儿，四处游历，几年之内他都不会再回来的。可先生是祭酒，既然要离开，祭酒的位置，自然会有更合适的人来做。告辞。如果我执意要留下他呢？你可以试试。先生，你有时候会不会觉得自己有点过强啊？是吗？姑觉得在先生面前，先生才像是君王。我乃天上谪仙人啊，世间的君王，就别折煞我了。
虚怀公，不过尔尔。春风吹过，就是吹朝夜的窗，也在那哪里。陛下，大剑没入，过了。为我江湖的模样，烈焰的来的赌场，穿行在青云之上。这在金川，烈水华丽，在那纯爱山上搏击，不是黄河，那个天地。李先生，小齐啊，今日也入宫了。哎，你那师兄的徒弟小王道长也入了天启，还帮了我一个小忙呢。先生入宫，苦的却是我，还得装模作样的来这里打一场。你们那个皇帝想杀我，你说他是不是疯了？哎呀，所以我来了，我怕你疯了，把皇帝杀了。哼，退下来！演得太过了吧？陛下，国师内路也过了。烈水华丽，在纯爱山上搏击，这是黄河，那是天际，我会知道该往哪去。不是千金，不是美玉，不是神仙追寻我轨迹。李先生，李先生，已至宫门。然后呢？然后他转身了。转身了。转身望着这里。大剑紧张啦？恐怕是毕生修为于今日毁于一旦。本来是一个杀人之局，见我北离大内高手之力，杀传说中的天下第一人，自负了呀！瓮中捉鳖，结果自个儿成了这个鳖，感受如何？我的地经过，我的想要知道你的这么图案，马背现在追雷剑闪烁，春风吹更亮的帆，马里的风筝走向，为我保护的模样，谁也不拉的鼓掌，从我去的马里的风筝走向，为我保护的模样。李长生这是何意？怕是在提醒陛下，暂且还是不要打百里小公子的主意为好啊。意思送到了，就不吓你们了。